きだよと伝えればいいのに目がうさき怖くて言えず好きだよと大家好，我是老迪。我和老怀立项了1年的游戏，终于发了一个进度视频。虽然立项是1年多，但是目前看到这个场景，大概就是最近4个月的成果。鉴于这是我们游戏第一个进度视频，我先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连名字都还没想好的游戏。大概就是玩家交替操控男主和女主，在茫茫人海、繁华都市的地铁站让他们相遇。同时带有一些解谜元素和3D 场景的一个角色扮演游戏。做这个游戏最开始的起因是我听了《恋歌》和《雨天》这首歌，莫名的有一种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知，相互琢磨的感觉。而最符合这种明明人潮拥挤、碰撞、交汇、穿梭，人潮中的每个灵魂却完全的孤立、孤独、寂寞、沉默的场景，那就是地铁站了。而且把场景设计在地铁里的一个好处就是只用搭一个地铁站的3D 场景，切换场景的时候只要换一个站牌的贴图就好了，相当低成本就可以做一个开放世界超大地图的游戏，我他妈真是太天才了。但是负责建模设计的老怀比较激进，强行把独立建模的场景的数量提升到了7个，并且他完成了最早的概念设计，包括了立交天桥、科技公司、大学校园、学生宿舍这样很贴近生活的一些场景。所以完成之后的游戏并不会真的就是在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地铁站之间相互切换，而且即便是地铁站也会根据不同的线路换乘站与否来设置几组不同的场景。我们最终想创造一个包含了丰富的现实生活细节投射，但同时又有别于充满了压力和彷徨的现实，更多保留那份很难在现实世界中出现和体验到美好的游戏世界。游戏中玩家会交替操控男主和女主，随着时间推移了解到他们各自的故事。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在错综交织的地铁网路里相遇邂逅了。剧情上面老迪我已经有一个修改了3版的，融入了一定游戏性和分支的故事框架。在游戏做完之前就只能请你耐心等待了。当前基本完成的部分是女主的起始地点，也就是这个女生宿舍的场景，包括了场景建模、灯光、材质以及对话、交互、手机 UI 等一些游戏的基本元素。视角方面，我们尝试了传统的第3人称跃肩视角，也尝试了类似老版生化危机那样在场景中的半定点的相机的视角。解谜方面，一开始的解锁手机密码的获取就是一个简单谜题的例子。当然因为 3D 场景的使用，影响谜题和剧情走向的因素可以不局限于传统视觉小说中的对话分支选项，而是一些会更加自然和多变的设计。这里特别提一下，手机在这个游戏里会起到提供背景信息和解谜线索的作用。如果你玩过 Replica、前程似锦或者 GTA， 那么你一定不会对游戏中手机这个概念感到陌生。除了为了获得特定的解谜线索而刷手机，徜徉于游戏中的通信软件、社交网络、照片相册来了解整个游戏世界和人物背景，也会是充满乐趣的。我们下一步的计划，首先是对宿舍场景的各种打磨和优化，这也是我们学习和获得经验的重要途径，保证在后面能以比较熟练的状态完成其他场景。所以目前可能不太会快速的加入其他各种新的好看的场景来充实游戏内容。优化完成之后，可能会首先着手完成一些填入数据、剧情对话的 pipeline 工具，以及游戏性系统方面的完善等等。至于工期嘛，因为我和老怀都是业余做这个游戏，预计将在2020年底完成游戏的主体部分，当然是在不割的情况下。但是希望能在半年内再发一个包含足够内容的进度视频。如果你对这个游戏感兴趣，求赞、求硬币、转发、评论。如果你觉得这个进度也太满了，而且同时你又是这样的游戏美术、剧本、女主角，想一起做游戏，